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801的觉醒之光，赵丽颖酱园弄里的破茧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？说起艺能界，那可真是个琳琅满目的戏台子，日日有新戏码上演。这厢赵丽颖交巢鸠占，于酱园弄中粉墨登场，竟令8.01分这没时间戳，陡升绝艺况位。往昔卯时出客，诸君获正奔波于通勤途次，现如今他却摇身一变，成了赵丽颖所示西林顿悟之藩，兀自招展。酱园弄栉风沐雨，改编自一桩坊间奇案，溯回那民国乱世。赵丽颖所诠释的西林，乃一杜撰人物，然其原型却是那民国奇女子苏青。此角儿着实了得，白日里是那户上名媛，巧笑倩兮，顾盼生辉；夜阑时则化身西装革履，指尖轻捻香烟的独立心女性，堪称昼吟宵哭的化身。这般云泥之别，断非卖弄玄虚之举。试想，与彼时彼的女子欲求得一方自我栖息之所，其喘途可想而知。西林这般两面人的设定，实乃其自保御敌、抗衡不公的权宜之计。他必先跻身于上流社会，方能执掌话语权，进而替彼时那些饱受压榨、噤若寒蝉的弱势群体摇旗呐喊。电影里有那么一出公堂对峙，西林为一位长年累月遭受家暴荼毒的女子据理力争，那句他是的并非人，是禽兽不如的烈种，石破天惊，直抵人心。彼时彼刻，他已然褪去赵丽颖的光环，他便是西林，是那位万千弱女子仗义直言的巾帼英雄。他眸光似剑，凛冽如刀，几欲洞穿银幕，直击人心。为求神形兼备，赵丽颖着实废寝忘食，不敢怠慢。据说她提前半年便好手穷经，研读民国史，且又登门拜访苏青后人，旨在将西林此角儿的精髓悉数萃取，进而让观者信以为真，笃定他便是那敢于挑战桎梏的时代先锋。话及此处，那就不得不提上一嘴。前段时间赵丽颖与章子怡那场甚嚣尘上的社交事故，章子怡在赵丽颖的短发造型下留下了珠玑之语，不料赵丽颖时隔一日方才姗姗来迟，以至于坊间流言四起，甚嚣尘上，说她不给国际张颜面。依我看来，此事颇堪玩味。赵丽颖的回应稍逊一筹，又当如何？难不成非得及时回复，方能彰显对前辈的敬意？他又非仰人鼻息，以社交谋上位之徒，他所示者为作品耳、实力耳。一如西林之于旧时代，他不俯首帖耳，不阿谀奉承，兀自坚守心中的一方净土。艺能界灯红酒绿，纸醉金迷，诱惑不可谓不多。芸芸众生，熙熙攘攘，皆为名来，皆为利往，蝇营狗苟者亦不在少数。然赵丽颖却似一泓清泉，兀自澄澈。相较于攫取浮名，她更在意的是角色，是剧本本身。自花千骨发轫，历经风吹半夏之淬炼，直至如今酱园弄中回眸一笑，她便一直在挑战自我，突破瓶颈。她以身体力行昭告天下，演员的立身之本，非流量，亦非人脉，而是角色本身。唯有真正走心，沉浸于角色之中，方能在观者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。实则岂止凌人，吾辈亦当如是。于这瞬息万变之时代洪流之中，吾等极易迷失自我，被各类嘈杂之音所裹挟。然我辈犹不可忘，我辈是谁？我辈欲求何物？仿若西林之于黑暗时代，吾等亦当勇于挑战魑魅魍魉，敢于追求心中所念。纵使长路漫漫，荆棘歹途，亦当矢志不渝，臻于至善。我等翘首以盼，祈愿这方天地能与女子以更多温情、更多机遇，
让他们得以无拘无束地追逐梦想，尽情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。此非妇人之仁，亦乃吾等之共同期许。期盼有朝一日，我辈不再需要西林这般熠熠生辉的角色，盖因彼时彼刻，女性已然得以自由平等地立于天地之间。但愿那一日能早些到来。2. 赵丽颖真狠。酱园弄2次电影节均未出席，突然觉得赵丽颖真的是个狠人。你知道吗？酱园弄这句一出来，粉丝都盯上她了，什么电影节，什么奖项的人都开始关注这部作品，整个圈子都觉得她该站出来了吧。可是偏偏她2次电影节都没出现。哎呦喂，这操作不得不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一开始还以为是不是日程排得满满的，属实忙到飞起，也不太方便抽身。毕竟演艺圈这东西最宝贵的就是出场机会。可仔细想想，莹姐平时那谦君子模样，闷声不响的在剧组打磨作品，几乎还真没把现身说法这事当回事。平时拍戏忙得跟陀螺似的，连轴转10多个小时，那叫一个拼命。可轮到站台这个事，一点儿都不舍得多管闲事，就是个淡然的态度。不禁想，或许这才是他骨子里的深厚功底沉得住气。娱乐圈风水轮流转，浮躁成风，谁不想借点热度？谁管不过别人争得头破血流？可偏偏他这个宁静的湖水，一点波澜都不生，反倒越发深邃。你说他是真的看淡了名利，还是在给自己留点空间，给作品留点纯粹？我觉得都不是，可能是他内心那个自我的坚韧。更妙的是，他能做到之初作品不出风头。你见过没？越在圈子里被夸赞、被催促，他越冷静，越淡然。就像那笼中鸟，还被人追逐的时候，一觉飞，他继续飞得更远。许多明星拼命挤到大舞台上，抢人眼球，追刹那的光彩，而他似乎更喜欢在幕后沉潜，把所有能爆发的瞬间都存到最合适的时机，用实力说话。这种厌恶浮夸、偏爱沉淀的态度，在娱乐圈绝对绝无仅有。咱们不说拍的剧到底多火多爆，反正他的低调本事是练得炉火纯青。有人说他这是自我保全，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寿命管理。比别人早习惯了无声胜有声的节奏，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得住脚。再说那次电影节，圈内风声四起，大家都以为莹姐会站出来拼个亮相，结果她依旧保持距离，好像那天空气都跟她没什么关系。场外那些争名夺利的明星们打得你死我活，她却仿佛站在一个遥远的高峰上，俯视着一切，淡淡地哼着自己的调子。这份初心和淡泊难得一见。试想，这样的赵丽颖放在过去的影视圈，说她低调，还真是一点都不过分。别看平时笑眯眯，可细细想这姐们儿的心思，谁能像她一样，既能在剧里揣摩角色入木3分，又能在关键时刻用沉默反击？那份眼神里的深度，那份背后藏着的坚硬，都让人觉得厉害得不得了。越看她，就越觉得不是谁都能这样走得稳、走得远的。这圈子太烧脑，太浮躁，很多人都靠曝光捍卫自己，却忘了作品是根本。他偏偏另辟蹊径，不跟风，无需哗众取宠，硬是在一片喧嚣中，把自己的路走得特别清晰。这不得不让人感慨，走心的人总会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。这次没有出席电影节，反倒反映出他的实力派底气。不是他不想露脸，也不是没有热度，而是他懂得真正的地位，是用作品说话，用沉默积淀流年。他用不出声的力量，让人记住他在演什么，何时出现，才是比那一时的喧嚣更久远的存在。可谁又知道，他可能暗中早就准备了下一部作品，下一次亮相。
知他更喜欢那种静待花开的境界。在娱乐圈这样一个叫得越大越牛气的舞台上，他用沉默铺开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，叫人不得不服，真的是很绝色。